据警方消息，震惊新港的街头追车和开枪袭警案件的嫌疑人就是绿云制药的副总经理刘仁凯。刘仁凯涉嫌参与多起重大刑事案件，目前警方正在逐一调查，搜寻相关证据，抓捕涉案在逃人员。我们已经掌握了赵倩的犯罪证据，你可以继续保持沉默。等赵倩进了看守所，她一定会比你先照顾，而且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往你身上推。你比我们了解赵倩，她会不会这么干，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还可以告诉你，阿龙已经被我们抓了。你以为你杀人放火的罪恶，闭上嘴就能够逃脱得了？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是吧？证人证言、物证，还有阿龙的口供。什么口供？你想知道他说了什么？你先想想你干过什么。刘仁凯，我告诉你，你机会不多了。你早1分钟撂，我们就能早1分钟确保他们的安全。是赵雪，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指示我干的。赵总，为了见你，我强行出院，这大清早的让医生训我一顿，我也算是有心了吧？啊？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找我。张巧云是自己寻死，想栽赃给我。那通120还是我打的呢。然后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不去调查取证，就把我带到这儿来，负得起责任吗？动我，就是动绿云，就是动新港。赵总，你的话有点多，别慌。我慌什么？没证据，没证据能用这种方式跟你见面吗？柯然。我儿子死了，都说是意外，本来就是意外。
但你知不知道，如果没有赵倩，这个意外根本就不会发生。要不是他给我暗示，说只要罗丽娟、彤彤还有杨烨，只要他们在，他就不可能和我结婚。要不是他这么说，我怎么……喝多了，酒话，这东西能当证据吗？上了法庭以后，法官会信吗？懂法，懂法是好事儿，就怕那个胡搅蛮缠的。说得对，这段视频确实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加上你亲口承认的，那可就不一样了。科长接着放啊！罗丽娟是我让杨有墨逼死的，还有你那孙子彤彤，那是他自己倒霉。啊，对了，还有那个杨岩，那地方是我事先选好，利用讯息泄露制造意外，也是我教他的。再给他放一遍。那是他逼我套我话，我说的是气话，不能算。你说不能算就不能算。桃源山度假酒店，还有那本妈妈日记，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光靠一个录音能让你坐在这儿吗？是你做过的所有事情，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抹不掉的痕迹。栽赃，想栽赃嫁祸是吧？想搞垮我，搞垮绿云。我不跟你们对话，我要见律师。李翔已经招供了，那天在方勤春家，是你放的火。是。那把藏在相框背后的钥匙，也是你找到的。然后你派阿翔去游乐场的储物柜里取走了钱程留下来的东西，是吗？是。东西呢 ？Sorry, I don't know。那个东西是钱程多了个心眼保存下来的，里面全是赵倩的罪证。都是什么罪证啊？啊，东西藏哪儿了？你们想知道什么？刘仁凯，你最好是老实交代。我很老实。今晚，我想请你们帮个忙。你说。我想要见徐丽娜和我儿子。阿龙说了，他把徐丽娜和你儿子藏在乡下老家了，但是后来徐丽娜提心吊胆的带着你儿子不知道藏哪儿去了。我要见我儿子，见不到我儿子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刘仁凯，人得知足啊！你得感谢我这身板，你那一枪要真把我打没了，你这辈子就真再见不到你儿子了，明白吗？所以给自己一个机会，把事情说清楚。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是可以宽大处理的。我要见我儿子。哎，没事吧？哎呀，不用扶，不用扶，有什么事儿啊？逞什么强啊！你要再倒下，拖累的还不是我们全队。你们全队？你是中队长啊？你队长啊？你队长，呲牙队长。哎，咱们说正事儿啊。和师傅之前的判断是一样的，最终还是落在刘仁凯的心结上。咱们真得尽快找到徐丽娜母子，不光是为了证据，也是为了他们母子的安全。会不会证据就藏在徐丽娜那儿？要真是这样的话，更得抓紧找了。因为有可能不单我们在找。对，还有赵倩得尽快送看守所去。好。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花多少钱，都赶紧把我弄出去。赵总，您听我说，您先冷静一下啊，请您先告诉我，您有没有参与过？我什么都没有参与，都是他们害我的，都是设计好的。我再说一遍，把我弄出去。这种地方不是我这样的人能待的，听明白了吗？好，我明白。赵总说他在里边生不如死。董事长，您得出手了。就算不考虑赵总，可绿云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呀。再这样下去，就要垮了。您得是咱绿云的主心骨啊。董事长，我刚被警方询问回来，有件事儿。啊，申一，你先带王律师回避一下。好，董事长，那我先走。王律师，请。有一天，赵总和刘仁凯在说话的时候，我听见刘仁凯说了，他拿到了前程留下来的一样东西，那东西能毁掉绿云。是赵倩，他想拉拢我。董事长，我说的是实话。董事长，我有证据。对了，赵总之前说过，让我们务必要找到刘仁凯的情妇和儿子。会不会那样东西就藏在他们身上？这刘仁凯把情妇跟儿子藏了起来，藏的难道只是人吗？肯定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赵总应该也是这样想的。说什么？董事长，您就一点都不记恨赵总吗？对不起，董事长，是我多嘴了。郑队，我们查到了徐丽娜和孩子藏身的位置。好，找到他们，带到警局来。收到。宝宝真乖。怎么样了？刚才我问了邻居了，那个女的和孩子坐一辆车走了。走多久？刚走。知道这位是谁吗？赵总的爸爸，绿云董事长赵英红。董事长，你找我干什么？你不要害怕，董事长知道刘仁凯留了一样东西在你那里，那东西对你有害无益。他没有给我留东西啊。说吧，要多少钱？他没有给我东西，我不知道，你给我多少钱也没有用啊。徐丽娜，你还不明白吗？你的靠山倒了，如果你肯说实话的话，
绿云能做你的靠山，只要你肯说出刘仁凯把东西放在哪儿，绿云能保你梅子富贵。孩子不大了，不到2个月。我希望看着他不敢长大。有警车。警察，熄火！南营区刑警支队，你是徐琳娜吗？他们有没有强迫你做什么？没有，我是自愿上车的。我想求他们帮我救救刘仁凯。我们现在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刘仁凯，认识我俩吗？他妈谁啊？我操！进来的说话还这么狂？我俩在你赌场输得家破人亡，他们说是你做的局。进赌场就家破人亡，还要我做局？赵总睡得好吗？废话，你去睡大通铺试试。看守所就这条件，以后日子还长，你必须得适应。以后，你把张巧云的事情说清楚。还说，我再说一次，是他嫁祸我的。地方是你的，张巧云也指认你了。你说说看，他怎么嫁祸的你？他是在陷害我，听懂了吗？我不认。说。好。怎么了？赵倩和张巧云发生争执那位置，正好是个监控的死角，但是旁边有辆车，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把他们俩整个的过程都拍下来。赵倩没烧火，她没杀张巧云。不是赵倩想杀你，是你自己想寻死，对吧？你们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生出杨永墨这个畜生，活着让人骂吗？让人戳我脊梁骨吗？我死了，换一个让坏人遭报应的证据。张阿姨，您做的这些事儿，谁教您的？没谁，是我自己。您怎么会用那种隐形耳麦，还有在家里安装远程录音设备？肖大德是做直播的，
他教过我。张阿姨没说实话，背后一定有人。庞青春背后也有人，而且目标都是赵倩。证据，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力的证据。刘仁凯在看守所被人打了，仇家打的。徐丽娜说刘仁凯根本没给他留过什么证据。发现徐丽娜的时候，是在赵英红车上。对。董事长，明明他们一会儿要来接你，今天的绿云股东大会需要您露面，他们啊，就只知道关心钱。您要保重好自己。赵董事长，手续给您看过了。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想跟你核实一些事儿。你带人去找徐丽娜，想干什么呀？这问题很好笑吗？你问他去。去问他。上了你绿云董事长的车，人家敢说什么呀？不过我们知道你想要什么，因为钱程留下的东西，对吧？赵董事长，赵倩做过什么，你心里很清楚，你不可能救得了她。其实，这也是你一手把她培养成现在这样。我问过她小时候的同学和老师，在她妈妈去世之前，滚！什么样的土壤和种子，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赵家祖宅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是你给赵倩的土壤，而种子就是你。如果你还妄想用违法的手段去帮赵倩，只会让赵倩罪加一等，到最后连你都难有善终。谁给他换的项圈？什么时候换的？刘仁凯最近是不是来过？我猜，这就是钱程留下来的证据。他们是怎么找到的？你把项圈给换了，我记忆力还可以。
厉害。你在赌场里养的狗，就是那条老狗吧？对。以前赵英红送我的。哎，怎么想的？把证据藏到拴狗的项圈里？因为他们一直把我当狗。我在藏证据的时候就想，要是哪天这个要命的东西曝光了，那要是他的，就是他身边最听话的那条狗。刺激。这就是赵倩的命。我会让你们每个人这辈子都翻不了身的。你们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是吧？害我跟20个女人每天睡在大通铺上。张巧云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为什么不放我走？你看看这是什么？我哪知道？这张 SD 卡打出的内容不少啊，你看看，这是部分内容。内部行贿、操纵股权，还有那批问题救护车的来龙去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知道，那我提醒你，刘仁凯就是用这些内容要挟的你，现在知道了吗？他说的话能信吗？伪造的，我不认。你可以什么都不认，但是我告诉你，完整的证据链会把你赵倩做的所有事情都显现出来。钱川自杀之前，喝醉酒去过你办公室，你就不怕我把以前那些事儿抖落出来吗？贪污、内部贿赂，这些事儿可都是你做的。你设计我？我只是在保护自己。就不像这几张照片吗？赵倩，如果这些事情败露了，你撇不清关系，就等着和我一起下地狱吧。在控制钱程的同时，你用同样的手段控制着杨有墨。我和他是正常交往，没什么控制不控制。正常交往。他因为你所谓的正常交往，害死了他的老婆和孩子。这不是你的臆想吗？赵倩，这是罗丽娟的日记。这日记的最后一篇被撕掉了，但是我们通过技术手段还原了最后一篇的内容，证实了这是罗丽娟的亲笔。这是罗丽娟在清醒的状况下写的最后一篇日记。她在日记里头说：“你和杨有墨想要逼死他。”你凭什么觉得他写的就是真的？方晴春为了调查钱琛出轨，找了一个私家侦探跟踪你，拍了一段你和杨有墨逼迫罗丽娟的视频。这段视频印证了日记里的内容是真实的。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杨有墨有老婆，他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感谢各位的到来，感谢大家对我的注视。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就是我最重要的人。杨有墨一家人的幸福，是你从未经历过的。你会觉得杨有墨的爱是假的，所以你想要揭露他。因为在你的世界里，一切都可以被操控，而你特别享受这种掌控别人命运的快感。你就利用你身边的资源，蚕食杨有墨的意志，一步步让他迷失在你给他创造的伊甸园里。
希望二位能多多支持他办画展。哎，你好，你好。所以你就一步一步的操控杨有墨，直到把他完全掌控在手心，然后你渐渐梳理他，让他患得患失。你让他觉得罗丽娟和杨岩是你们之间的障碍，最终你诱导杨有墨杀害了他的老婆和孩子。我只是揭了他身上原有的那层皮。哦，怎么样的一层皮呀？猜啊。既然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不去解脱呀？没有什么可看的，最后出事了。其实我一直很心疼他，他妈妈不在了，有时候看着他，我竟然觉得自己就像妈妈。但我可不会养孩子。有墨，你说我看着像那种能把孩子养大的人吗？你看，杨岩像不像一只小兔子？像不像呢？像。那你想养小兔子吗？想。那你想养小兔子吗？你开心吗？你觉得杨有墨披了一层皮，那你呢？你的皮远远不止一层吧？在操控杨有墨逼死罗丽娟之后，你进一步左右了他的思想和情绪，甚至你参与和设计了泄洪意外，你害死杨岩，因为你很享受这种完全占有和控制一个人灵魂的过程。你好会编故事，凭什么这么编故事？凭你的想象力吗？凭杨有墨对萧大德说的那番话。要不是他给我暗示，说只要罗丽娟、彤彤还有杨烨，只要他们在，他就不可能和我结婚。要不是他这么说，我怎么可能下得去手？我怎么可能下得去手？萧大德本想利用视频赚一笔，但他没想到的是，把命给搭上了。刘仁凯已经招供了，是你指使刘仁凯杀了萧大德。那是刘仁凯一面之词，他为了把自己摘干净，当然什么话都可以编。我说也可以，你们信吗？赵倩，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要坦白什么？该说的都说了。狡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法律会给出公正的裁决。
不过，在判决出来之前，先改改你的洁癖。看守所可不会惯着你。赵总今天很忙，改天你可以再预约他的时间。我都等他这么久，连厕所都不肯上，你让我见一下赵总吗？那你可以选择不等啊。你约我，我当然有时间。赵总，赵总，我是安保部的刘仁凯，之前在赵总下面做事。董事长在医院，你去医院陪他吧。我去了，他们不让我见。他们是谁呀？我也不知道啊。赵总，这是我跟老中医要的偏方，说是对中风有特效。你给我爸的偏方，你来绿云制药来送偏方啊？赵总说的对，这种老东西不管用，该丢掉。你叫什么？刘仁凯。你记住，只要我在，绿云集团永远会给你留一张。我爸说过你有情分，一旦有事就会站出来说话。操心？你操得起这份心吗？如果还想在我这吃肉，那就当好你的猎犬，把猎物给我找出来。还是玩具狗好啊，至少不会咬人。证据可以备份，人不行。我见着你，这么快就想我们了？什么事儿？我还杀了一个人。虔诚。我一直以为我不是任何人的墓，但是现在发现，我跟墓没什么两样。杀千成是赵先让我干的，我有证据。证据在哪？藏在徐丽娜家里。所以你逃跑之前去他家，是为了拿证据？这证据是我跟赵倩同归于尽的毒药。我说出来，赵倩就跑不掉，我再背一条人命，一样是死罪。我无所谓。那是什么事儿让你突然想明白了？我儿子，我希望我儿子能平安。可赵倩不定罪，我儿子就有危险。这是我唯一能为我儿子做的。怎么样，有吗？
应该就是这个。我们问过你，钱程是怎么死的？你跟我们说他是自杀的，对吧？再问你一遍，钱程是自杀的吗？是啊。上次见你，还以为你是个识趣的人。赵总，我很识趣。是吗？那交个投名状来，让我看看。赵总，你该不会让我杀人吧？杀人被抓住，那可是违法的。但要是不被抓住呢？你说，像钱程这种人，有可能自杀吗？自杀？任何人被逼急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找到他的软肋，花点心思逼一逼，让他自杀，很难吗？不难。那明晚钱程会自杀吗？会。假的，是假的，我没有，我跟他们没关系。钱程的死是刘仁凯逼他就上吊的。刘仁凯逼着钱程上吊的，他跟你说的。我手是干净的，我什么都没干。我这双手没有沾过任何一滴血。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我什么都没干，你们不能这么对我！钟宁，我要跟你做个交易。什么交易？你们查了这么久。不是一直想知道肾上腺素杀人案的真凶是谁吗？你们把这个销毁，我就告诉你他的名字。廖伯言，你都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再抓我进来？抓我干什么？你们早抓他会这样吗？玩我！我知道了，你想包庇廖伯言，因为他救过你女儿的命。我看过钟仁熙那篇作文，超级英雄是吧？好一个同谋，他是同谋，他是同谋。都想玩我是吧？还有
有个请求，你能不能帮我换个环境？我不想再吃看守所的饭，也不想再跟20个女人睡大通铺，因为我是赵倩，我是赵倩。小倩，跟你做过的那些事情相比，你现在经历的这些都不算是惩罚。那个幕后指使的人，你是不是想来想去，没有第二个目标？钟顾问，我按照你说的去查了，廖一凡的死和那辆救护车没有关系。说详细点。我找了当时在那辆救护车上的那名医护，证明了廖一凡所在的那辆车不是绿云集团捐赠的，因为那是辆老车。还有，廖一凡不是死在救护车上，而是死在手术室里。这样一来，廖博言就没有杀赵倩的动机啊？是不是我们之前搞错了？廖博言跟肾上腺素案没关系，而且他还有阿尔兹海默症。真的没关系吗？刺头冰冷无声的人墙，散落角落无处能躲藏，已枯萎已暗淡，夜染了黑色沉默的伪装，麻木眼神闪烁着锋芒，是绝望是疯狂，以爱之名，以恨为心，以情之名，以仇为人。在爱恋中心中的生长，听凋零的玫瑰在歌唱，蓝色火焰祭奠着哀伤，耀眼在痕上，有无数盼望穿过的墙，铭刻着信仰，谁在何方流chuyển的翅膀，月光转转白色的翅膀，当中的凌霄武装的真相。夜染了黑色沉默的伪装，麻木眼神闪烁着锋芒，是绝望是疯狂。